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2年年底结束之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啊？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呢，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八，这张宝剑八呢，你们的周围插满了宝剑啊，有一种险象环生的感觉，又或者说你们可能当下陷入到了某种纠纷当中啊，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们现在正处在一堆问题当中，可能有一种一团乱麻的感觉啊，感觉被卡住，有一股气喘不上来，也呼不出去。但是这张牌我觉得呢，就是说在2022年结束之前啊，你们会逐渐的抽丝剥茧，把这些你们现在的这种问题啊，一个一个的梳理清楚，一个一个的把它们解决掉啊。你们会找到自己的节奏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想一步登天，因为饭要一口口吃，问题要一个个解决。首先你们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论啊，就是说把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问题分门别类，然后去弄清楚什么问题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那么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先放一放，那什么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你们最需要优先解决的，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会有时间成本，有的问题是越拖越大的。那么这些问题你们就要优先解决它。就是当你们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思维以后啊，那些看似一团乱麻的问题啊，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随着你们把最重要的那个问题解决掉，其他的问题它都会迎刃而解，连根拔起。所以说这张宝剑八呢，其实本身也是你们自身思维的一种混乱。2022年年底你们要做的是复盘，不断的整合内在的自我，你们最终会处理所有的混乱和迷茫，然后会变成一种很和谐的状态啊。就是说在年底之前，这些混沌和混乱最终会汇聚成一种通融和秩序，误解最终会被理解，矛盾最终会和解。而第二张牌呢是宝剑六啊，这张牌其实是和第一张牌有连接的。你可以看到第一张牌的这些宝剑，它都是无序的啊，非常的混沌和混乱。但是第二张牌的宝剑六呢，它从无序会变成有序。当你们把插在地上的宝剑一个一个都拔起来以后啊，束缚你们的那些东西就被解除掉了，然后紧接着你们就可以孤帆远航啊！2022年结束之前，你们会打开人生新的大门，去往一个新世界。那里你们的人生会出现新的上升通道和可能性啊！这张牌呢，它给我一种主动去冒险、摆脱依赖、离开舒适圈，就像孩子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学生考上大学以后去往他乡，以及刚毕业进入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象征。这个过程当中，它必然会有一个分离啊，这种分离可能会让你们短暂的进入到一个迷茫的阶段，但是你们恰巧可以借此机会锻炼自身，强化自身。未来凡事你们都会逐渐的摆脱那种依赖啊，听从自己，信赖自己。你们可以把当下想象成是一个断奶期，就像是孩子失去父母的庇护啊，正在走向一条独立成长、独立生活的路。所以说第三张牌和第四张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成长为这个 Knight of Swords 啊，宝剑骑士。你们会成长为一个战士啊，包括这张宝剑五也是。会主动的去解决问题，迎接挑战，会主动的去承担起一些责任，而不是选择逃避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做出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啊。这个决定当然是以你们的自我价值为前提的决定啊，在2022年结束之前。所以说宝剑六这张牌，它也对应的是你们会在煎熬和纠结当中啊，做出离开某个地方的决定，离开某个人的决定。所以说这组牌呢，我觉得2022年结束之前呢，可能对应的一部分人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测验，或者说你们会迎来一个即将证明自己的时刻啊。你们内心当中的坚定的决心啊，会帮助你们实现内心当中的那个愿望。而且你们在坚定的执行你们的计划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成长的很快，那个一开始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啊。所以说别害怕，年底之前你们就会完成这个突破，得偿所愿。
那些困难就会像弹簧一样，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快速的行动啊，因为所做即所得，快速的行动，快速的决策，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年底之前啊，这些愿望会加速的显化，埋头猛冲过去啊，就像这张宝剑五一样。年底之前，其实你们是能够完成很多看似无法完成的目标和计划的。这张皇帝呢，2022年年底之前，你们会得到一个贵人的帮助吧？可能是在你们身上看到了这种潜力和价值，想要来投资你们，来帮助和加速你们完成这种人生轨迹的转变啊。他的身上有你们急需的某种资源，他很清楚你们要什么，所以说不用等你们开口，他可能就会直接给到你们所需要的那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贵人会很强势的引导你们，不会说很多啊，他可能会直接给到你们一些你们想要的东西，或者说直接给到你们一些利益，帮助你们支撑你们度过当下这个混沌和混乱的阶段啊。那么这张宝剑九啊，它很像是那种清心寡欲、戒除掉世俗欲望的一张牌，就是你们把所有的专注力都用在一件事情上面啊，封心所爱，但是目标明确，行动力特别的强大。就像是抽刀断情欲，类似于无情才能上岸啊，先会有一个狠心的过程啊，不然事情解决不了，因为那个目标是很大的，你们正在承受着一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压力和责任，所以说你们可能会把自己从那种起伏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好像对自己进行了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样，整个人会像机器人一样去坚定的执行你们的计划和想法。等到了年底的时候，你们身边人会惊讶于你们自身的改变啊。这张牌呢，它甚至给我一种有一点杀气的感觉，就好像是你们拥有了那种能够粉碎一切又能够承受一切的决心啊。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在年底之前，你们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去处理某件事情的，而且呢这件事情是势在必得的。所以说2022年年底的这个好消息可能都会和这件事情有关。当你们调动起自己所有的决心、能力和资源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就是战无不胜、无往不利的。所以说宝剑侍卫啊，你们其实最终在年底之前会跨过那道坎，然后天空会从那种很阴郁的压抑的氛围当中变成晴朗的蓝天白云，就是说会打开一个大门冲过阴霾，抵达一个新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注意的就是抓大放小，不要在小事上面浪费时间，把所有的精力、专注力都集中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找到你们的节奏，然后去全力的攻克它。经过那个阶段以后，你们反而会变年轻重新变成这个圣杯侍卫。这张牌给我一种非常干净的、清澈的感觉。对于你们来说，当你们攻克了那个目标以后你们没有走向复杂，反而是重新抵达了天真重新又回归到一种简单的生活里边。然后这个圣杯侍卫呢，这个圣杯里边钻出来的这条鱼，它就代表的是幸运。幸运的天平再次向你们倾斜，幸运女神是眷顾着你们的。所以说在2022年年底你们可以大胆的去行动尝试，因为你们是被幸运女神所笼罩的。你们会有这种感觉会有一种新旧能量的交替感受到自然的能量跟水元素接近也可能是会遇到一个水元素的人，一个水元素的少年一个温柔的、风度翩翩的、气质非常的干净清澈、不带任何杂质的少年，会在2022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向你们发来消息你们会通过某种阴差阳错的方式和契机认识到这个圣杯侍卫这个时候你们的人生就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里边了。可能说你们会把这个少年当成是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去热情的拥抱他。也许你们认识他，也许你们不认识他，但是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来到了新的生活里边，出现的这个圣杯侍卫它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了。你们的人生正在显化出新的上升的通道。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的话，在2022年结束之前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六会有一个人向你们奔赴而来。这个人他看起来是给你们雪中送炭他可能会来照顾你们，你们会被照顾得很好这个人会把你们当成小公主一样，
有一点照顾小孩的感觉。长辈对小辈的这种爱，很害怕你们吃苦，很心疼你们，这种爱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啊，因为你们其实很需要一个人陪伴在你们的身边啊，既能鼓励你们行动，又能陪伴你们成长。那么第二张牌呢，月亮牌，年底之前可能有一部分人打算领养一个宠物啊，或者说添加一个新的家庭成员。月亮牌呢，它还有一个指引，就是本身月亮它就代表的是你们在默默无闻的酝酿着什么。年底之前你们可能会有一个一鸣惊人的时刻啊，于无声处听惊雷，越是隐忍的爆发起来，那种能量就越强大。你们之前一直都在积蓄着的某种力量啊，会在年底的时候爆发出来。可能年底的时候你们爆发出来的这种大量的行动力，或者说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啊，它是需要一些灵感的。你们自身的灵感会在年底之前爆发，创作出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有一种感觉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然后呢，这个月亮的话呢，它也有一种清扫的这种能量在里边啊，就是有一种排除异己的感觉，所有不舒服的感觉，在你们 emo 的情况下会一点点的脱离出去啊，摆脱一种束缚和挣扎，你们的生命有一轮大的洗牌，然后你们会通过运动、冥想清理身体内的毒素啊，会释放一些东西啊。月亮牌呢，其实你们有着很强的觉察能力，就是说在2022年结束之前，可能会找到一些事情的诀窍啊，能够用，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事情的捷径，就是能够把它快速的处理掉啊。其他人还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可能你们已经达到终点了。所以月亮牌就是你们暗中会摸到某种窍门，得到的秘密会让你们打开任督二脉一样飞速的成长。然后第3张牌呢，权杖6啊，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会把困难踩在脚下。而且你们会发现呢，就是其实你们眼前面对的这些困难和挑战，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强大。有的时候呢，打败你们的往往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内心当中的恐惧。很多人常常把失败归结于自己的不擅长啊，但其实真正的失败是害怕自己失败。就比如说假装没兴趣而拒绝尝试啊，你们一定要克服这种思维上的陷阱啊，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那些困难和挑战，不要屈服于它，而是要把它踩在脚下。第4张牌呢，权杖7啊，你们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件事情的最后的发展的阶段，你们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此时的你们啊，心无旁骛，势在必得，胸有成竹啊，可能会熬夜冲刺，但是你们在这段时间当中的付出一定是事半功倍的。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在2022年结束之前，你们会把剩余的时间都充分的利用起来，不再是碎片化的、分散的，而是内聚的、有序的，专注而不是分散的使用时间啊，集中时间在一条线上，朝着一个方向啊，就像牌面当中的这个人一样，朝着一个方向持续的积累，才能够实现常人所不易实现的目标，取得常人所难以取得的成绩。这就是做时间的朋友啊，时间这个东西非常的有趣，你们怎么塑造时间，时间就来怎么塑造你们。那么这张星币7呢，你们可能在年底之前啊，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优势。你们背靠的这棵大树啊，是你们立身的根本，就是你们背靠的这棵大树，它其实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说在2022年结束之前啊，最后的几个月它是收获的月份啊，会有很多的胜利的果实。最后的阶段可能也是你们1年当中最忙的几个月，也是你们收获最大的几个月啊。有成果之下的忙碌会让你们好上加好。然后这张宝剑2呢，你们可能会闭着眼睛去做一个决定啊。闭着眼睛不是让你们盲目的去做一个决定，而是说你们跟随内心当中的那个指引啊。2022年结束之前，你们会去做一个你们一直想做但是又没有做的决定。2022年年底可能是这件事情的最后期限啊，但是不要害怕，你们能够搞定它的。你们做出的这个决定会让你们在接下来不再迷茫和彷徨啊，会给你们的人生发展，就是你们的人生已经发展到一个关口上了，你们在这个关口反复的纠结和徘徊，就等着这个决定，然后你们会明确一套未来的发展方向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一旦做出了决定，就绝不要回头，而是要努力把你们做出的那个决定变成正确的决定啊。所以说权杖4这张牌呢，在年底之前啊，有一部分人对应的是这种脱单的能量，会有一个人向你们告白，或者说你们会向一个你们喜欢的人告白。你们之间的这种隔阂啊，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啊，随时都有可能被捅破。要么是一个人会向你们表白，要么是你们会向一个人表白。爱情本身它就是勇敢者的游戏。
你们不要犹豫啊！如果你们喜欢谁，就一定要让他看到你们啊，注意到你们。在年底之前呢，这张权杖四，它给我一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感觉啊！而且呢，这张权杖三啊，你们在高处眺望，也就是说，在年底的时候，你们要做出2023年一整年的这个展望和规划。2022年就要提前准备啊！你们要看得远一点，去到一个尽可能高的地方啊，因为登高才能远望。你们在一点点努力的过程当中，感受自己慢慢进步，就像爬山一样，随着你们和山顶的距离越来越近，看到的风景也会越来越美。所以说年底的时候，你们会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来到一个新的平台上面，你们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和格局上去思考一些问题。翻山越岭之后，你们会在2023年领略到新的人生风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呢，第三组牌第一张牌就是 Justice 正义牌啊，这张牌很特别啊，这张牌代表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它是一张因果牌啊。这代表的是因果链即将走到收尾阶段，过去你们埋下的伏笔开始展现，你们的真诚和努力会得到回馈，但是呢，你们的懒惰和拖延也会受到惩罚，一切都会在2022年的年底揭晓这个结果啊。正义它代表的是正义的天平会向你们倾斜，或者说可能某种纠纷会彻底的永久的结束啊。你们能够从一段关系纷争和泥潭当中走出来，命运的天平会重新回归平衡，你们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归，而有一些东西它不属于你们的也最终会离开啊。你们要摆正这种心态，重新回归到平衡啊。当一切回归到平衡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了。它有一点像是那种人生的重置和初始化。在年底之前，无论是独处还是旅行，或者说做一些平时你们不会做的事情，去一些平时不会去的地方，甚至某一天不和外界有任何的联系，最好能够让你们从这种责任的状态当中摆脱出来。无论何时，你们都需要一种能够关闭进程却为此而不感到恐惧的一种确认。所以说年底之前，你们会可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啊，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岛，彻底的和这个世界绝缘。然后你们会通过这个过程想明白一些事情，从出世到入世啊，很短的时间内，就2-3个月的时间，你们会完成这种人生的重启。然后第二张牌呢是这个圣杯骑士啊，手上拿着圣杯，你们会从这种情感或者说精神的内耗里边走出来，你们会和身体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连接，你们需要更加主动的去觉察自己的身体感受，聆听内心当中啊想要通过身体告诉我们的事啊，你们要学会自我拥抱，允许自己停留在不舒服的情绪当中。当你们以敞开的态度去拥抱，允许这种负面情绪啊，你们也就停止花精力与其对抗，不再因为无用的敌对而精神内耗啊。重视自己的负面情绪和感受，也是尊重自己的一种体现。我觉得在年底之前，你们就会回归到一种很平静的状态里边啊。宝剑四这张牌呢，在年底之前会有新的生命诞生啊。你们会因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会有一个新的身份，而且宝剑四它有一种预示吧，就是过去离开你们的某种生命，它会以这种方式进入到一轮新的生命周期里边。你们不必为生命的逝去而感到悲伤，就像你们看到一朵即将凋谢的花，你们不会为美好即将逝去而感到难过，你们会想到花凋零以后会化作春泥更护花啊，滋养新的生命。所以说这张权杖骑士啊，会有一个骑士风尘仆仆不远万里的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或者说一个新的机会，这是你们一直在等的一个人，或者说正在等着一个消息，一个 offer， 一个书面文件等等等等的。你们之前可能处在一种卡顿和阻塞的状态里边，做什么都感觉不太对劲啊。那么你们得到的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个确认和信号，代表的是你们的命运之轮开始重新转动啊，你们的人生会重新走向正轨，你们的自身状态会有一个回暖，它更像是你们整个人的状态运行到低谷之后，当你们整个人极度自卑的时候啊，你们突然会发现好像事情没有那么糟糕啊，会有一个好消息出现来让你们确认这种感受啊，就是突然找到了这种自信的触底反弹啊。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应该是长期处于一种高压或者说焦虑当中啊，
然后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令你们感到振奋的消息出现啊，给你们注入一些新的刺激和生命能量。还有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无论你们现在正在面临的是什么，即使不及预期，天也塌不下来，你们还是要往前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永远都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因为命运之轮它永远都不会停止转动啊，你们的人生永远会抽到一些新的牌。那么这张圣杯三呢，我觉得在年底之前啊，你们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并且融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能够更加看清楚自己的定位，会有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啊，大量的这种沟通信息的交换，会打开自己，会有比较多的社交，能够帮助你们更全面的收集到一些信息，更好的做出决策。而这张圣杯九呢，我觉得年底之前你们应该是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稳定的睡眠的。这张牌它也对应的是一种生命的觉醒和开悟啊，在你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啊，你们会突然的想开，不会再执着那些没有问题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啊。这个圣杯九呢，我觉得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内在的富足、充沛和丰盈。你们在年底的这段时间可能会去做一些自己享受的、喜欢的、有创造力的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拥有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啊。那么这张 Hermit 隐士啊，你们在提着灯，黑暗当中孤独的前行啊，在成长的道路上，这就是你们在经历的一个课题啊，如何能够面对自己的孤独，如何能够处理这种孤独啊。这张牌其实我看到的是一种最自由的孤独，就是你们在选择了自由的时候，你们也就选择了孤独，是一种很温柔的叛逆啊。你们在你们的身边营造出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小世界，宁静而淡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孤独会赋予人最纯净的感知力啊，最孤独的时候才能看到你们自己，你们会看到自己啊，深入的探索自己啊，看到你们内心当中那个细腻且丰富的世界。你们会在2022年结束之前想明白很多事情，然后权杖五啊，你们会踏上新的征程，会有新的冒险，新的旅程在等着你们开启啊。新的冒险其实也是在召唤着你们啊。本来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们就是躁动不安的，有一种更大的不安分渗透你们的灵魂，你们渴望的冒险不仅是奇异的远方啊，是生活的意义促使你们寻找新的答案。你们的人生永远在路上，你们永远不会让什么东西束缚着你们。你们的人生的关键词永远都是旅行、冒险、自由、创作、体验，还有学习。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